大家好，还记得我之前有一篇有提到说，车辆长期放置的时候需注意的事项。我记得在那一篇里面，我有讲到说，很重要的是汽油，汽油有一部分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啦，因为汽油会变质，然后依照一些有做研究的朋友或专家报道说，汽油的存放期限应该在2个月开始，它会慢慢变质，然后可能会变质到某个程度，它就会造成使用上的不良，就不建议使用。有在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这台车我很少在开。我上一次去验车的时候是今年年初，然后那个验车的先生还很打趣的说：“哦，你车都没有在开哦，你上一次验车到这一次验车，你只开了50几公里，就等于是我这边开到验车场来回的那个距离。所以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两天，应该是说，再加上前几天我开车去加油，因为前一两次验车都常会发生车子会自己熄火的状况。然后有一次我卡在外面，我加了新油进去以后，车可以开了，但是就是还是有点不顺。前两天我开车去国八让它跑一跑，然后在开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车很好开，但是在加速跟停红灯怠速的时候，它会呈现有点一缸不点火的状况，就是台语俗称的撒卡撒卡，就怠速会掉很低，掉到它500多600，但是不会熄火。然后你补油门，它会有点类似挣扎，然后转速就上来，然后时好时坏。再加上那天我大概加了15公升的新油进去，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点火的问题。那我今天就是打算把我的火星菜全部拔下来看一下，顺便记录一下，如果你油箱里面的油已经放了很久，然后使用上会不会对燃烧室就是引擎造成什么困扰？那因为火星塞在拆卸的方式不太一样，这个我就不细说。但是我必须说一下，就是像我这台车，它是属于考尔系统，它这边都有那种插头。老车的插头真的没事，千万不要去动它，很容易碎掉。像我前一阵子在弄我的那个雨刷马达的时候，雨刷喷水马达，我前一两篇有提到，它就是我不小心一碰，它整个就碎掉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然后像烤耳拔起来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检查一下，看烤耳的底部这边有没有油渍。如果有油渍的话，就是你的上盖的那个火星塞那边的 parking 胶圈开始在漏油，那个建议要做更换啊。然后如果不行的话，是有土方法，那个有机会再教各位。好，那现在就要拆火星塞。其实第一缸我已经拆过了，但是那天就拆起来，因为那天一直在下雨，它偶尔下偶尔不下，所以我拆起来，我清完以后又开始下雨，我就装回去。所以第一缸等下拆起来应该是干净的。
不好意思，乡下蚊子很多，尤其这种凉爽的气候又下雨后。这一颗我已经清过了。那等一下就是其他颗拔起来，就跟这颗做对比。还有就是在拆火星塞的时候，你在拆烤耳之前，你要注意看看，因为这种双凸的，它这边火星塞比较属于凹在下面，那你要去注意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卡在外面，要不然你等下火星塞拔起来的时候，脏东西会掉进去，会更麻烦。如果小小的话，可能是还好啊；如果太大，就真的有危险存在。好，这是第4缸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碳粉，很细的碳粉，它不太像碳块。这边点火头也都看得出来。这是第4缸。这是第3缸，然后有点在飘雨了。然后这是第2缸。如果跟第1缸的差别，我第1缸拆起来的时候就跟第2缸是差不多的状况，就是你会发现有很淡的碳粉，它不太像那种比较厚、很硬的那种积碳。好，那我先做一下清洁。其实清洁上我之前就有介绍，该怎么说？你就拿一把，我本来是铜刷，但是我铜刷可能因为铜刷比较软，它的寿命很快就刮掉，所以我现在手边就有钢刷。那钢刷在刷这种特殊合金的火星塞的时候，你要切记哦，你尽量不要正面下去。如果你要正面的话，就尽量轻一点。那我是都从后面这边去挡住它。然后我自己有做一把，这个是锯子，我之前在哪一篇火星山那一篇我也提到，它的基本上锯板的厚度都在大概都0.4到0.6之间了，因为有的有烤漆。